走进早八的课堂，一道奇怪的喇叭声突然响起。本节课为音乐鉴赏课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，请勿大声喧哗，否则会被当场清除；二，下课之前请勿离开声乐教室范围；三，下面喇叭将持续播放不同的歌曲，请严格按歌词内容行事；四，每句歌词内容结束后有3分钟休息时间；五，本堂课程共计需要鉴赏8首歌曲，请尽量活下去，待8首歌全部鉴赏完毕，你们方能下课离开教室。1分钟之后，喇叭正式开始播放歌曲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听完喇叭通报的全部内容，我忍住一肚子疑惑，看向身旁的2个室友。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轻轻深吸了一口气，声调压得很低，好像生怕被人听到。小点声，不管这些规则是真是假，但根据看电影的经验，这时候应该会有愣头青站出来替大家试验一下。什么？我和小美的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看向青青，这时一声尖锐的嘶吼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教室里一个愤怒的学霸大声呵斥道：在学校里面能不能不要搞这种恶作剧？我还要去图书馆复习，真以为考研生都这么闲吗？说罢，他气冲冲地提起手里的复习资料准备离开，可没想到下一秒他就停住了脚步，身体瞬间化作一地的血水。难道这就是系统所说的清除吗？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吓得我身旁的小美差点尖叫出声，好在我及时捂住了她的嘴巴，这才没有出事。这堂课禁止大声喧哗。如今教室里的氛围几乎让人窒息，直到1分钟时间缓慢流过，规则里所谓的第1首歌曲终于响起，沉郁的嗓音，熟悉的旋律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，请在2分钟的时间内严格按歌词内容行事。这是让我们学猫叫吗？轻轻看向我，我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俩坐在原位，忍不住四处张望，想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头绪。大家似乎都在遵循歌词里的原则，一个个夹着嗓子学起了猫叫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即便有些人学完了猫叫，他们的身体却在下一秒被系统清除了，而有些人学完猫叫后身体却安然无恙，这让我们3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小美有些着急，难道学了猫叫也会被随机清除吗？怎么办？我们到底学不学猫叫？眼看倒计时快要结束，我在嘴边不停地重复念叨着歌词：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，一起学猫叫，等等，我知道了。关键时刻，青青站了出来。广播中说过，规则就藏在歌词之中。如果将刚刚的歌词拆解，那前半句的规则是让我们学猫叫，而后半句的规则则是猫叫的次数。小美闻言立刻反应了过来，后半句有5个喵，难道说意思是让我们学5声猫叫？是的，多了或者少了都不可以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刚刚那些学了猫叫的人也会被清除，这其实是因为他们学猫叫的次数不对。弄清规则之后，随后我们3人立刻学起了猫叫，每个人叫声不多不少，正好是5次。但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第1条规则结束，淘汰人数16人，剩余存活人数35人。下面你们有3分钟的休息时间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是第1条规则就淘汰了16人，教室的每个人都变得沉默不语。沉寂的3分钟之后，第2首歌响起。悲伤的歌声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这是说散就散，我最喜欢的歌。小美显然有些兴奋，顺势接上了歌词。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大姐，现在不是让你 K 歌的时候。轻轻嫌弃地盯了她一眼。如果按照刚才的解法，纯粹针对字面意思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该捅自己一刀？你们看看黑板上方的倒计时，电子计时器已经只剩43秒时间，这次总共只给了我们1分钟，怎么办？你们有没有带刀？这是学校，谁上课会带刀啊？经历了第1首歌的考验，现在不少同学已经摸出了门道，开始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受伤，所以不少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拿头撞墙。皱眉许久，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既容易受伤又很好发力的地方。我提起右腿，使出最大的力气，狠狠向桌角踢去。巨大的疼痛从脚背传来，冷汗疯狂从我的额间流下，迅速爬满了我的整个背。青青和小美也被我突如其来的招式惊呆。我看到时间仅剩最后10秒，猛然啐了一口，愣着干嘛？一人一脚。青青和小美立刻照做。当时间彻底归零的那一刻，一缕阴冷的风突然从窗外刮来，风刮到我的身上，让我冷不丁打一个寒战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脚上的疼痛突然消失了。原来这一关只要让身体产生疼痛，就算受伤，不管伤的轻重与否，都可以顺利通关。就这样，第2关竟然罕见的全员过关了。短暂的3分钟休息之后，耳边已经传来了第3句歌声。这首歌叫《夜曲》，还没等我开始分析歌词，教室的灯便悄然熄灭，四下陷入一片漆黑，伸手难见五指，能见度几乎为0。一道钢琴声不知从何处开始响起，非常优美，又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黑暗之中，有人摸到我的身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听他的声音，我分辨出这是青青。我抿着嘴，仔细回想着这次考验的关键词：夜曲、黑暗、钢琴、键盘，这都是什么跟什么？怎么看都没什么有用的关联。2分钟之后，钢琴演奏结束，黑暗之中传来一声凄惨的呜咽。小美凑到我们身边，轻轻呢喃：“嘎了一个。”青青恍然大悟：“我知道了，每一次演奏结束都会嘎掉一个人，这恐怕是一种循环，只有打破它才能结束。”话音刚落，琴声再度响起，婉转悠扬，却又尖锐刺耳。要想打破琴声的循环，我们首先需要找到琴声到底在哪里。于是我们3人竖起耳朵，想要听出琴声的方向。我试了试朝不同的方向走动，但不管走到教室的哪个角落，听到的音量几乎都一样。一番尝试之后，我忍不住说出我的观察：这琴声给人的感觉好像并不在任何一个方向，而是四面八方。就在我们寻找琴声的时间里，乐曲已经不知不觉又走完了第2遍、第3遍。黑色的世界里不断传来凄厉的惨叫，音乐教室里陷入了极度恐慌的氛围。视力最好的小美扫遍了整间教室，也一筹莫展。冥思苦想之后，我把目光放回了歌词本身。手在键盘敲很轻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你埋葬的地方叫幽冥。我不禁乍然一愣，拍了拍青青的肩膀，会不会琴声的位置就藏在歌词里？青青听完顿时恍然大悟，幽冥。与此同时，周遭的乐曲再次响了起来。青青思考片刻，立马说出了他的想法。幽冥最经典的释义应该是指向地下，这也是我们肉眼没法观察的地方，所以能不能想办法把地面挖开？没有人上课会带铲子的，而且就算带了铲子，等你挖开水泥地，估计这里已经没一个活人了。我猜测，当音乐教室出现这样诡异的规则时，这间教室就已经不是一个用物理常识来衡量的地带了。于是青青弯下腰，一只手毫不犹豫地向地面戳去。青青的手不仅没有被水泥撞断筋骨，反而穿过地板，摸到了地面之下的地带。没摸出多远，就摸到一只纤细的手臂。青青死死将它拽住，往地面的方向扯动。而就在这时，教室里的音乐停了。几秒之后，教室的灯光重新亮起，我们成功通关了。原来这一关的诀窍就藏在地下。第3条规则结束，淘汰人数10人，剩余存活人数25人。短暂的3分钟休息过后，第4首歌的曲调已经从喇叭里弥漫而出。我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雄厚的嗓音穿透力极强，配上几声粗犷的号子声，显得相当豪迈，竟减弱了不少恐怖的氛围。这是家喻户晓《水浒传》的主题曲《好汉歌》。身旁的小美还是一如既往的没心没肺，这种危机关头居然跟着喇叭黑了起来。青青忍不住吐槽：解谜的时候没见你说话，一听歌你就活回来了。喇叭声消失之后，讲台上猛地着起了熊熊大火，火光照得我们脸庞通红，像是要吞噬一切的野兽。烈焰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高温让我们额间流汗。青青长长嘶了一声，水里火里不回头，不会是要我们冲过去吧？这可不是什么幻象，而是货真价实的熊熊烈火。教室的温度已经高到让人喘不过气，有人尝试轻轻摸了一下边缘的火苗，就已经痛得说不出话。真要冲过去，后果不敢设想。一直眯眼扫视四周的小美此时也忍不住开口：火光里时不时在闪烁几个数字，分别是30、28、27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好像是倒计时。青青眉毛拧成一团，我去，就剩20秒钟了。按照歌词的指示，路就这一条了，冲吧！这关明摆着就是考验我们的勇气。还记得想办法受伤的那关吗？只要能忍住烧伤的痛感，后面会痊愈的。我点点头，想和他一起冲进火里，却发现有一个男生已经抢在了所有人的前面，冲进了火堆。本以为他会顺利过关，可他却当着我们的面被烧成了灰烬。我长吸一口气，顿时明白这是错误的解法，只好重新默念歌词。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注意的因素：说走咱就走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歌词的难度或许没有想象的简单，这应该不会是一句废话。等等，仔细想想歌词，或许我们要叫上所有人，全部一起出发。好在经历了前面3首歌的洗礼，幸存下来的所有同学都算比较理智。我将想法迅速传达，所有人都聚了过来，并排站到讲台前方。一声高呼之后，全部人顶着灼灼热气，一起迅速冲进了火堆。赤痛钻遍全身，让我险些失去行动能力。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身躯，不知道跑出多远之后，我居然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，身旁是青青和小美。除了一开始那个抢先入伙的男生，第4首歌里共同前进的所有人居然都回到了原位。没坐多久，喇叭声再度响起，开始播放第5首歌。我从男子把给世界知道。歌声婉转悠扬，却又戛然而止，反倒是小美沉浸其中，居然顺嘴就跟出了下一句，也沉迷于其中梦话。青青狠狠地怼了过去：我们都听过起风了，用不着你搁这儿演唱。我正想掺和2句，却突然眼前一黑，发现身边的景象逐渐被剥离开，世界竟悄然失去了色彩。他们2人的声音越来越淡。待我重新取得身体的控制权时，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环视四周，这里茫茫无际，只有白色的天和黑色的地，前后左右没有任何一边可以看到边，似乎是一个无限大的世界。
头顶慢慢旋起一串文字。倒计12小时，请找到出口，回到真实世界，否则将会永堕此处。2个小时，找到出口。我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再度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地面全是最浓郁的黑，没有任何一处不同，看不出一点破绽。什么地方会有出口呢？再仔细回忆歌词，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。我试了试拽住自己往上拉，却发现自己像个笑话。世界倒是真的很大，自拔也是真的没法自拔。而且这一关应该是每个人分别被拉入一个这样的世界，得不到任何队友的帮助，也没有交流讨论的机会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叹了口气。青青或许还有不小的机会活着出去，小美那家伙怕是要交代在第5首歌了。看了看倒计时，我开始尝试四下行走寻找出口。可怕的是，我找了足足1个小时，东南西北走了个遍，都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线索。眼看时间一步步流逝，我拖着困倦疲惫的身躯，已经越来越绝望，看着无边无际的天空，我的脑海里回忆起听到歌词时的画面，小美的歌声仿佛重新灌入我的耳中。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迷于其中梦话。想到这里，我打了个激灵，难道说线索其实藏在下一句？我仿佛找到了新大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在这里居然是要靠睡觉做梦才能顺势回到现实世界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也太阴险了些。眼看着倒计时不断流逝，于是我果断做出决定，索性躺下闭眼，带着一身的疲惫睡了过去。没多久就失去了意识，直到身边传来呼唤我的声音：降职，降职。再睁开眼，我竟已经在教室之中。教室里的人不知不觉已经少了一大半，青青和小美所幸都还在。没想到我居然是靠着小美的胡乱跟唱，才想出来最后的思路。小美，你真聪明。我不禁轻轻一笑，我还以为你要永堕其中了呢，没想到你也能活着出来。小美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解释道：我根本没找到你们说的什么解法思路。听到这里，我们整齐地看向了她。没找到解法，还能活着出来，你开挂了吧？谁知她摸着后脑勺，尴尬地说道：我进去之后简单思考了2下，发现我根本没什么脑子，就只好放弃了，干脆躺下休息了。闭着眼睛太舒服了，一不小心我就睡着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听完，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傻子课高手。第6首歌响起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这首歌怎么有点魔性？小美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。这是什么歌啊？这下子反倒轮到青青神气了。这是滑板鞋啊，2012年的神曲。随后她扭动腰身，做出了摩擦地面的动作，嘴上念念叨叨：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面上摩擦。小美愣愣地看着她，仿佛在看一个二傻子。还一直说我呢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。可没等我们多说，上一首歌时的抽离感再度袭来，世界似乎又要再度剥离，这首歌居然又要分开接受考验。再睁开眼，我已经身处悬崖之上，一行文字在头顶旋起：到达彼岸即可回到真实世界，否则将永坠深渊。同样伴随着倒计时，这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分钟。2道悬崖的中间只有一条长长的木板桥，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，整座木桥显得极其脆弱，随着风而不停地摇晃。更要命的是，悬崖下的深渊里是一条条裂开大嘴的鳄鱼。不得不说，想要安安稳稳地走过这样危险的木桥，确实并不容易。可当我正要迈步向前的时候，脑子里不禁冒起了一个念头：如果这样过关的话，和歌词又有多少关系呢？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如此想来，或许真正的路根本不是看似合理的木桥，而是爪牙这个更加抽象的概念。恰好深渊这些鳄鱼的嘴里不正是爪牙吗？若是穿行在这些玩意儿中间，才更能说是魔鬼的步伐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赌一把，于是我果断抛弃了木桥，直接纵身一跃，跳到了离我最近的一条鳄鱼头上。然而原本看似凶猛的鳄鱼并没有把我吞下去，反而变得乖巧安稳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赌对了。接着我踩着第1条跳到了第2条鳄鱼身上，再踩着第2条跳到了第3条鳄鱼身上。就这样，靠着这些拼接起来的鳄鱼小路，用了4分多钟，我总算到达了对面。白光一闪，音乐教室出现在眼前。这次回来，教室已经显得空空落落，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我们3人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小美这家伙居然又活下来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居然也能想到生路？睡觉可以误打误撞，这一关不像是她能通过的。小美挠挠头，我也没想到啊，我打算按着歌词先走1步再走2步，以这样的方式走过独木桥，但我失误了，还没走上独木桥就掉下去了。我掉到了一张可怕的鳄鱼上，没想到它居然一动不动，于是我就踩着这些鳄鱼跳到了对面。轻轻皱着眉头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合着姐妹，你属性没加到智商上，全家的是幸运值吧？简单讨论了上一首歌的经验之后，我忍不住给他们加油打气。已经走过6首歌了，只要再通过最后2首就能活着出去了，一定不要松懈啊！与此同时，喇叭声再度响起，熟悉的旋律传出。
灯光熄灭，教室一片漆黑。警告：在这首歌的时间里，音乐教室禁止开灯，同时教室内将出现一只鬼怪，四处游荡。一旦攀附到谁的身上，就会慢慢啃噬他的身体，直到全部吃下。很明显，这一首歌的考验是我们要面对一只鬼怪，或许他就是歌词里说的丑八怪。漆黑之中能见度极低，我只能不停向左右伸手，想要摸到他们三个的位置。可这时一缕阴风从我的眼前划过，伴随着一道带着幽怨的啜泣。鬼怪已经来了。这一次的困境并没有标明任何的倒计时，也没有说如何通关，能够阻止他的条件一定就写在丑八怪的歌词里。我不停思考着，突然被一道求救声打破。救我！那是小美，不知道她在教室里的哪个角落，多半是被鬼怪给逮住了。可此时我根本没有发现歌词的解法，只能任凭她的声音在空气里慢慢变小。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，一路顺利通过了6首歌了。本以为小美能够再次凭借幸运体质熬过这关，没想到第7首歌居然这么凶险，几乎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抵抗，就已经折损了一个人。我悄悄挪动脚步，往靠墙的位置再缩近了些，不断思考着那段歌词的内容。丑八怪应该是象征着鬼怪的身份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则是呼应着拒绝任何光源的前提规则。我要的爱，难道说解法就是给他爱？在我思索的时候，鬼怪也并没有闲着，居然没2分钟的功夫就又找上了新的目标。我听到了轻轻的喊叫，这鬼怪就像安装了一个 GPS 一样，找人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估计下面就会轮到我了。给他爱，给他爱，心里默念着这个唯一的线索，我感到一阵焦急，回想起青青各种极致的画面，我想他肯定也对歌词进行过分析，也能得出和我类似的结论。他肯定有做过类似的尝试，但是他还是死了。歌词里一定有被忽视的地方，会是什么呢？舞台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湿漉漉的手悄然搭到了我的肩上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鬼怪已经悄悄攀到了我的身上。我一边挣扎一边思考，整个音乐教室也只有讲台的位置算得上是舞台，于是我立马扛着它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步一步挪向讲台的位置，然后我紧紧抱住了这个鬼怪，试图给他爱。不一会的功夫，教室里的灯光再度亮了，第7首歌终于过去了，而本来热闹的教室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默默坐了几分钟后，我等来了最后1首歌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这无疑是一首经典的歌曲，而只看字面意思，含义似乎非常明确，让我把自己的心摘下来，慢慢融化。这是在开什么玩笑？没过多久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冲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。你好，我是本堂音乐课的老师，很高兴在最后1首歌的时间里遇到你。我浑身痛得不行，根本没心思搭理他的问号，更何况恐怕制定规则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本人了。他见我不答话，只是静静地走到我的身边，轻轻伸手，修长的指甲慢慢刺进了我的胸膛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不过几秒的功夫，我失去了所有意识，模模糊糊中，我见到他偷走了我的心脏，